沿着长江旅行，这一站我来到了安庆。长江沿线，安徽段是最拥挤的江段，这里分布着5个城市。安庆则位于最西端的长江北岸，是首位长江下游城镇的西大门。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从南京迁至安庆，从此安庆做了近200年的安徽省会。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机动轮船都诞生于此，甚至安徽的安字也取自于安庆。民国时期，安庆与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并称为长江五虎，是长江沿岸最繁华的5个城市之一。但随着时代变迁，如今的安庆只是安徽的一个普通的3线城市， GDP 总量只有合肥的 23%， 被调侃为曾经长江五虎，如今安徽老五。如果你现在来到安庆旅行，会看到它的街道不算繁华，高楼也不密集，人不多，节奏也不快。那么我们就来简单的感受一下在安庆的悠闲慢生活。到达安庆，天晴了哎！最近长江中下游一带都在下雨，能遇到一个晴天不容易啊。安庆有戏，欢庆春节，这都几月了还欢庆春节？我们现在先去酒店放下行李，然后来逛一逛安庆。红叶菜有草莓，10元2斤。树全部都发芽了。订了一个房间，安庆没有青旅啊，所以勉强住个酒店，一晚上67块钱，一个小窗户，外面啥酒店的门头，就是这个样子。看着吧，还算干净，67块钱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卫生间有点脏。我现在非常之饿啊，我们先去找个饭吃，吃饱了才有劲儿逛。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我这个肉馅儿是把牛肉跟豆腐打碎混在一起是吧？对。看见它这里的牛肉煎包挺便宜的，1.2块一个。我又要了一碗绿豆圆子，2块钱。本来想吃油饼的，听说他家油饼挺好吃的，但是现在中午了，油饼卖完了。我的是吧？谢谢。好，辣乎乎的。好嘞，谢谢。煎包。好烫哦！它是牛肉，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豆腐。为什么吃不出来一股辣条的味道？这一面还有一层脆皮，这一面就是包子的褶。它这个里面的馅儿是牛肉跟豆腐捶碎了混在了一起，然后稀稀的、糯糯的，吃的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不然会那个烫你攻击你的嘴。这个外皮焦焦香香的，里面的馅儿又是稀稀的、软软的。再尝一下这个绿豆圆子。这个汤喝不出来什么味儿，就是咸咸的味道，然后里面有一点点葱花。它这个圆子外面一层看着还是焦焦的，应该是油炸过。我吃的就是肉丸子味道，我吃不出来绿豆味儿。这个应该是本地的经典的早餐搭配牛肉包子、油饼和绿豆圆子汤。我见到他们本地的来吃，一般都是买10个、买8个这种包子。
我吃包子店的旁边还有一个清真寺，这边应该是一个回民社区，很多店都是清真店。大南门这边就靠近长江边了，是属于安庆市的老城区，这里生活气息就会比较浓重一些，很多小吃店呀、小卖部什么的。房子应该看着有点年头了，他们的衣服都是在外面升一个铁架子晾在那个铁架上。哦，加油！这里感觉早上可能会是一个早市、菜市场什么的。这条街好香啊，都是花香，还有路两边树的香味儿。天暖了，花都开了。会说话吗？会不会说话？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还有卖小金鱼的小乌龟，像一个花鸟鱼虫市场。赶上了盛世啊，这么多人。最高行政机构，这省的这个最高行政长官就是这布政使司这个。哦，这个楼，刚才看到上面写的，他这应该是04年，是一中划给一中了，然后一中修的。是巨资买的这地方产权，就保留这一个。对，就后面以前那些住的呀、院儿啊都没了。它本来肯定是一个大院儿，就办公。布政使司的办公可能就是这地点，现在变成操场了，变成体育场了。里边肯定原来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院儿，但是那房子都没了，就剩一大院。安庆桥楼始建于1351年，曾经朱元璋和陈友谅在这里打仗，楼被战火烧毁。明代重建后，这里是安庆知府衙门前的望楼。乾隆25年，安徽省会迁至安庆，桥楼成为了安徽分省自治的标志性建筑。安庆因扼守长江中下游咽喉，东控南京，西接武汉、九江，战略位置无可替代。1853年，太平军顺江而下，攻占安庆，把它打造成了保卫天津的西线屏障。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曾国藩率湘军于1860年发动了惨烈的安庆保卫战，太平军被层层围困，粮尽援绝。1年后城破，安庆的经济基础和城池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元气大伤，桥楼也再次被毁。战后，曾国藩将大本营迁至安庆，并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938年，日军发动安庆攻略战，为躲避战火，安徽省政府提前西迁至六安金寨，安庆从此失去了省会的地位。抗战胜利后，合肥因地处安徽正中心，逐渐成为了公路和铁路的枢纽。1952年，合肥被正式确立为省会，而偏居西南、只靠水运的安庆优势不在。从此，桥楼安静了，安庆也从省会的荣光里走了出来，变成了一座普通的3线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了安庆的长江边，下面好多洗衣服的，还有好多的货轮。我从上面下来了，你们知道我一下来闻到了什么味儿吗？就是青椒炒肉的味儿。这边很多店都卖青椒炒肉，感觉是他们这边的特色菜，并且他们的青椒炒肉还都会放豆干，还有一个就是毛豆炒鸡、毛豆炒肉，感觉这个豆干
个船一动，就起了好大的浪。小狗，小黄，汪汪！看看这边离对岸多近，安庆这一段的长江就很窄了，比江苏、上海那边窄得多。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汾江第一州，说的就是这里犹如长江的咽喉之处。你们想不想知道江对面是什么？我们现在坐船过去探索一下。上船了，4块钱到对面，人车共乘。往返于两岸的渡船半个小时一班，船舱里没有座位，里面挤满了人和电动车。船的两侧有一排小窗户，可以勉强挤过去看看江边的风景。如果你是观光游客，可能回去会大发一篇帖子，力坑9号码头的渡船太过拥挤。但其实这就是当地的公交船，主要服务于两岸的居民。船开10分钟就靠岸了，下船后看到的是一幅田园风光，有菜地和油菜花田。但是我来的季节不对，大部分的花都已经谢了，开始结籽儿。这里是属于池州市的大渡口镇，它离对面的安庆市过江也就1.4公里。这边看着就比较乡村一些，毕竟是个镇子。但是我看前面，看那边也有高楼，在我们镇是没有那么高的楼的。大渡口镇靠近长江边的建筑都很有年代感，房子外面还写着旅社、浴室、发廊的字样，显然和我一样都是上世纪的产物。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啊，所以呢就往里面走了一小段，看到了一些危坊，当然也有新建的社区。这边的整体感觉就是人挺少的，很安静。相比起来，对面的安庆江边晚上就热闹多了。Golden sunlight. If I'm going with you, I know we'll get to the other side. Sinking in, I know this feels right. Catching a crazy love moving through me like a wildfire, like a wildfire. Never the same. 好舒服的天气啊！去吃饭，去吃饭。看看这条街，一看就有隐藏好店的样子。一般这种不坑不哈的街啊，就是居民楼下的这种街，都会藏着好吃的。一个肉圆猪肝汤，一个牛肉炒面。对，汤不要粉丝。不要粉丝。你就一个人吗？是吧？对，一个人。牛肉炒面吃不吃辣？一点点辣。21块钱。21。好的。一个大家饭，一个小碗的汤，带走是吧？这个肉看着很新鲜啊。12元。看着就满满的锅气，猛火快炒。好吗？啊，2个牛肉炒面，2个小碗的汤。汤汁啊！啊，I was swinging along, minding my business, when suddenly out of the blue, just like a present. 我今天没怎么带水，在外面渴的要死。喝点这个，一点都不油腻，它有那个青菜的鲜甜感，然后有一点点肉香味儿。这个肉圆有点入口即化哦，就几乎不怎么用嚼的，非常的粉粉的吃到这里。跟我们之前吃到的那种肉丸，很筋道的肉丸很不一样。鲜甜。这个肉圆猪肝汤给我的感觉很像广东的三吉地，虽然它只有猪肝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做法就是把猪肝呀和肉还有青菜放在一起煮，清清淡淡的，这种清淡的做法跟三基地非常的像。再来尝一下它的安庆炒面。安庆很出名的就是它的炒面，它跟外面的炒面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炒面带汤汁，所以呢就没有那么的干。来一个，满满的锅气，还能吃到那种炝锅的有点糊糊的味道。好烫好烫。然后它的面条，像是这种圆圆的面条，有点像热干面一样的这种面条，然后吃到嘴里面是滑滑的，然后又很滑汤汁。好吃呀！它这个辣椒好香，焦香的辣椒，但是呢，不是很辣，比江西的那边辣要轻微很多。里面放了一点豆芽，还有一点青菜，然后一些牛肉烫。就不端起来，不端起来你们又看不到。是不是美食是不是这样展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外面吃饭就是不知道那些美食博主是怎么这么有勇气。我在外面吃饭我都可不好意思，每次都找一个小角落躲着吃，然后又不敢讲话。所以如果我拍的这个美食的没怎么讲话的话，那么一定是人很多。这边的房子有点幻世重庆啊。喂。啊！摄像家人。嗯。这么难放？直接从那边猪跑到这儿来，我不信它飞不起来。好，那你跑。老板要份鸡汤泡炒米。这是吃吧？对，这多少钱啊？6块。16。6块。6块。你不加肉嘛，不就6块嘛？哦，加肉是多少钱啊？加肉有10块的。加鸡肉是吗？有10块的、13的，都得是。哦，要10块的吧？你到哪住哎？啊？到哪住哎？在哪住？我是别的地方过来的。这个米是炸的，油炸的是吗？油炸的。我们是专业给人家搞的。好香啊！这个米就看着像是锅巴的米。这个鸡汤泡炒米就是专门安庆才有是吧？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也有。我们家的那种炒米是那种白的那种炒米，就是用开水泡，不用鸡汤泡，然后放点糖。我们那个炒米是那种胖胖的。哪一边？河南
河南信阳。那米不一样嘛？它是好像就是有点像爆米花一样的那种米。老板，这个是就普通大米还是糯米啊？这个啊，是那个梗米，对，那就是吃米饭的那个大米。一瓶油，我价格会给它高一点。闻的在我这边都闻的不香。对，就好香。开了14年了。10几年了。10几年了。它这是整整13年了。啊，老店了。他们荷兰古吃生吃，像故事那边我都吃过，那边我都吃过。哪故事是吗？故事故事离那个六安好像比较近。六安不远嘛，一起嘛。他老家就六安。哦，你老家就六安的。肥西，人家不是六安，我说是合肥的。六安是六安跟一起跟古池搭界。老家就是肥西。啊，那你怎么来这边开店了？亲戚在这边，亲戚在这边，兄弟在这边，是一个中介，一个房主。每一天妈的每一天，一天就聊1年不跟你住宿，你还做什么生意？这边的话，1年多少啊？这个房子便宜，这个房子好像现在就1万多。1年1万多。这个空间其实还可以。这个有40多平方啊。40多平方。那个吉星，而且最有名的吉星，也最早的吉星。南部吉星。有好玩的，就是人民路是最好玩的，人是最多的。就靠近江边那边就热闹一些嘛。江边也不是，江边是老城区。真正要想好玩的、休闲的，人进里头就到环湖大道高，到环那个灵湖，就灵湖湾转一圈，你一个人慢慢小道慢慢走，体力有见你花一出来，好多花都开了。看灵湖好大啊，灵湖、莲湖。大概转一圈，大概把有5公里，就是你踩湖边走。叫饮食文化，安庆的话。在安徽这里，他这个吃的文化，你到合肥都不知道。我是合肥人，我到合肥吃小吃都不知道。合肥小吃大部分都是阜阳的蚌埠那边传统人做，他做的嘛不讲究。他到江南边这边来，他吃的小吃不讲究的。把他五一当中宣传一下，让那个全族人知道了，到这来一品尝，吃的人多的，他妈跟你别人他都要拿过来。做不了，我做不了，人家干不了，他们俩请人嘛。带2个徒弟不就行了？那你们孩子呢？在外面合肥上班。大领专肯定养他，在合肥市政府上班，人家都在开公司，我们都干啥这样？对，那工作挺好的。带人退休。你们这边的口音又有点像湖北，又有一点点像湖北话。听不懂。我们可以跟那可以不一样，不太一样是吧？我听到好像安庆这边有一点点像湖北话，就是那个卷舌音有点像。这个安庆这边，他来的人的话，有江西，有湖北那边。你看，离九江近。离九江那2、3个小时，2个小时对就到了。合肥那边是淮扬菜、淮菜，我们这边也有淮菜，还有徽菜。安庆的菜它品种很多的。安庆人会吃，全国各地的人都赢了嘞。你今天不热啊？给我打米啊！我老婆不给我脱啊。这身体不好，你退了休了，你还跟小伙子那些，气管不太好，一受凉那个咳。哎，我抽烟又改不了，烟给我老婆早晨抹的嘞。昨天晚上买的烟，早上我出来烟就没有了，没收了。哎。这个叫什么呀？叫蒿子粑。蒿子粑。是不是就是那个野蒿子做的？野蒿子粑粑。哦。蒿子粑粑。多少钱一个？我要一个。1.5块。1.5啊。鲜肉的。鲜肉的。好。哦，还有肉啊？肉啊，这不是肉。行。能吃出来一股蒿子味儿，里面还有一点点肉。哇，这公园的打牌盛况，谁是赌王？第一次见到这么壮观的扑克牌现场。
这边有唱黄梅戏的。安庆被称作戏曲之乡，也是金黄故里。200多年前，安庆一带的徽班进行演出，将不同戏曲不断融合，才慢慢形成了后来的国粹京剧。而在安庆本地，黄梅戏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文化名片。走在大街上或者公园江边，经常能碰到黄梅戏演出。没有正式舞台，只是几个简单的乐器就能唱上一段。而我一个来自豫剧之乡，大年30看着梨园春长大的河南人，如今提起豫剧，脑海里只会想起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和亲家母你左下。其实在公园里听戏的也几乎都是老年人，我不知道年轻人会不会进到剧场里，也不知道戏曲是不是正在远离年轻人的生活，但在安庆，在城市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它还在安静地流淌着。我们现在到了长江边的银江寺，有没有发现这个寺庙有什么不一样的？这寺庙门口有2个大铁锚，是因为安庆它的地形呢像是一个船，这个银江寺呢又像是一个船头，银江寺里面的正风塔又像是船的桅杆，那么这个构造呢就会导致安庆沿着长江一路往下会被冲向大海，所以呢安庆的知府就在寺的门口放了2个铁锚，把安庆给锚定在这儿，不要让它飘走。这个就是正风塔了，是一个7层8角楼阁式的塔。它不仅是寺庙里面的佛塔，因为在长江边上，它也有导航引渡的作用。建成于明代，但是后面经过多次的炮火损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重修了很多次之后的样子了。你们知道安庆也叫做院士之乡，其实从玄学一点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它应该跟正风塔有点关系。因为在很久之前呢，安庆啊不出人才，就是没有什么文人名流之类的。然后呢，他就是当地的一个当官的，就建了一个正风塔。这个正风，它不是那个镇压的镇，它是振兴的振，也就是振兴安庆的文风。这个塔建成之后呢，安庆就陆陆续续出了好几个状元，这些状元大部分是分布在桐城和怀宁那边，然后又出了1000多个举人和进士。大家不要觉得状元啊、举人、进士很好考，不要受电视剧的影响啊，动不动就是什么状元呀、榜眼探花之类的。其实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来讲，你要考举人是要经过3年一次的乡试，乡试不是乡里面的考试啊，乡试是全省统考。全省统考，如果你考到前几10名才能上榜，也就成为举人。全省前几十名，哎，你要想想，我要是高考考了全省几十名，我也跟范进一样发疯一样的在大街上到处跑。所以说，当时的举人就是很难考的。那么进士就更难了，进士呢就是你要参加全国的统考，然后考大概是前300名吧，就能成为进士。那如果你考上举人了，你在当地呢就是可以免赋税、免徭役。所以在明清时期，安庆能考1000多个举人和进士，还有7个状元，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厉害的。桐城派你们应该也有听说过吧，就是清代散文的最大流派。桐城派的核心代表人物就是出自于安庆的桐城。那现在的近现代呢，也有陈独秀啊、邓稼先呀，以及现在有50多个院士都是出自于安庆。所以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正风塔有点关系吧？我们现在去正风塔上去看一看。正风塔也是长江边上为数不多可以登上去的古塔了。先说一句注意安全。哎呦我天，这楼梯这么陡呢，这好多个口，上塔方向、下塔方向。因为它是8角楼，所以它有4个口。你走错了还容易迷路。哦，你上塔方向，你出来还要再绕一圈吗？哎，是这儿吗？是，真的很容易迷路。我的天！我的天！你们看这楼梯其实多高啊！是我腿的1大半了。
腿长1.8米。这个单行道啊，如果有人下来的话，你还得绕一下。哇，这能磕膝盖。到了最高层了，哇，看长江之无穷啊！我的天，这上面挺吓人了，你不害怕吗？看看我的面前哦，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绕一圈，害怕扶着。现在我们也算是上到了正风塔上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正心闻风。考傻过，这个栏杆有点矮，走着有点害怕发抖。繁忙的长江航道，全部都是船。这边能够看到安庆的市区全貌。半江半城。And when you go, I will fall back apart. 刚刚已经有3个人问我从哪里下来，它的台阶高低不等，你们从视频里面看着还好不陡，其实不扶栏杆根本不敢走。哎，单压。看看我住的旁边，居然有一个雷池路，哎，不能往那边走了。雷池其实并不是一个布满地雷的池子啊，它其实是一个地名，就在安庆市望江县那边，也是靠近长江。它源自于东晋时期的一个军事典故。当时呢，有一个叫余亮的将军，他因为比较受皇帝的宠爱，然后其他的将军呢就有点嫉妒他，就向他讨伐。他当时就被困于一个城中了，他的手下呢就想要去支援他，但是呢他觉得他手下所驻扎的那个城市不可以丢了的话就大局完蛋了，所以呢他就给他手下写了一个战术指令，就叫不得越雷池一步。后来呢这一个典故就慢慢的演变了成一个恪守界限的代称。我刚刚在地图上看，望江县那边确实有一个雷池乡。刚才说的也都是我刚查的呀，刚看的。好大的雾气啊！现在是早上不到6点钟，我们坐车去汽车站，然后坐大巴车去爬天柱山。我在汽车站门口，现在还没开门。最早的一班汽车好像是6点50的，门口有个大叔说打车去那边50块钱，是专门跑前山专线的。好。Anyway, baby, just name the time. When I'ma come through, can you get me cruising under moonlight? Top down, playing new sounds while the wind blows over it. Checking my maps, heading the stack, keep it intact. 现在这个风景不是太好，到5·1的时候好一点。你们都是放春假了是吗？对，就是放春假，今天正好不是1号吗？放3天，就交办那个6天，还加上清明节6天了。本来清明节的时候怕人多，天气不好，今天天气好一点。好，就今年才开始放春假吗？今年开始，真好。好像安徽有，我们那边都没有，河南好像没有。没有执行。河南是四川那边。我是河南。哦，你不是这时候放春假，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时间陪小孩的。是。你看，爸妈一般都上班。还清明节还好一点。出来正好春天出来爬山也舒服。这时候有时间，天气也好。对。放假就是为了不上课，然后又送了补习班。对，出来跑还好一些，你不能老学习。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有云海是吗？不是，就这个雾全部都就是这边上，下面你看这边。
现在9点开始爬山哦。今天偷懒啊，坐了索道上来，太久没运动了，体力下降了。但是从这边我要走到西边去也得6、7个小时，所以还是偷点懒吧。发量加1，这个我不需要。财运加1，这个多加加。哇，这个石头像是泡泡糖被扯开了一样。这楼梯下的腿软啊，还斜着，你说你好好的都不行，你还斜着。这是个什么？哎呦，这个看着很像一个古代的钱币哦，好像什么战国时期的钱币的样子。哦，裂缝像劈出来的岩石一样，好大的雾气啊！这个大石头生出来了一颗蛋，这应该是孙悟空的同胞吧？啥也看不见，白茫茫，雾腾腾。终于爬上了一个平台，这里应该风景很漂亮，但是云雾翻腾，天公不作美啊！大自然呐，太自然了。这是漫步云中，天气预报报的今天是晴。我刚刚看下面城市里面是有太阳的，只不过我们这一片就是在云里。今天这个山爬的犹如登天呀，感觉这个镜头就已经上了天界。哇，渡人了！今天人真多呀，我还没有赶到清明呢。哦，全部都是小朋友，可能放春假了，都跑出来玩。这路长得奇形怪状的，小心哦！蟾蜍石，那是这个花岗岩，因为水平风化形成了，是像吗？像蟾蜍吗？雷鼓石会响吗？根本不响啊！全部都是花岗岩，天柱山就是一座石头山。相传洪荒之时，地下岩浆奔涌，冷却成巨大的花岗岩体，后经地壳抬升，化作一座满身石头的大山，峰如天柱，直插云霄，人称天柱山。古时此地为宛国，此山便称宛山，安徽之宛由此而来。山下原是一片西海，妖魔作乱。太上老君见生灵涂炭，从须弥山下借来一块镇妖之石，倾至山顶。那石一落，妖魔尽服。从此这山顶便多了一块飞来石，晃晃悠悠，却千年不坠。汉武帝南巡，封此山为南岳，后来隋文帝改封湖南衡山，此山变成了古南岳。虽南岳之名已移，但这座石头垒成的大山依旧立在宛地，如天柱一般默然俯瞰人间。却说那游历天柱山的客人满怀兴致登山而去，不料天不遂人愿，远山近峰，尽皆不见，怎奈游客摩肩接踵，山路拥堵，一步三停。客人由兴顿消，叹了一声罢了，便早早下山去了。正要寻个去处，忽听人说
离此山100余里，长江之中有一块巨石，截然独立，名曰小孤山。此山不高，占地不过1里，自秦代便已闻名天下，素有海门天柱之称。过往商船无不在此停舟留影。有民间传说，这小孤山本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名叫小孤，与江东的彭郎相爱而不能终成眷属。小孤投江殉情，化作此山，彭郎则化为一滩石基，隔江相望，晨昏相对，永不相负。后人路过此处，望见这一山一基，总不免想起苏轼那句“舟中古客莫慢狂，小姑前年嫁彭郎”。客人闻之，拍手道：“妙哉！天柱虽高，奈何云遮雾绕？小姑虽小，倒有这般故事流传。”遂整装离了天柱，乘车先至彭泽，欲一睹这长江绝岛的芳容。正是云雾不识天柱面，孤峰游历大江前。到达彭泽县城了，好干净啊，空气也很舒服。那边一片都是山。我住的宾馆对面居然是一个湖哎，狄公湖。这春天也落叶飘飘呀。空气中飘着炒呛辣椒的味道。这个宾馆外面的门头看着很小，怎么样？试这一下吧。里面看着居然还可以呢，装修的挺新的，被子也挺干净。一晚上78块钱，比在安庆的那个看着要好多了。外面就是湖了。这边因为不是旅游城市，没有青旅，住宿的可选择性就少一些，所以住的就偏贵一点。还有一个镜子嘛。哦，这米吧，这个里面包的是什么呀？包的俄罗斯，这里面是俄罗斯虾米。哦，要2个吧，要2个米吧。2块钱一个。好，这外面就是米做的是吗？是米，蒸米粉。米蒸熟了，炸里面的粉做的，这个好好吃。这是我们这里特产。九江特产。彭泽特产，九江还没有这个。错过饭点了，只有这个米吧卖了。刚蒸出来，热乎乎的，像个大饺子。完了，在这儿吃容易沾那个柳絮毛哎，挺好吃的，吃着也很像饺子，但是就外面因为这个是米粉做的，它吃的挺弹牙的，比面粉要更有口感一些。低油，里面还有虾哎，怪不得吃的很鲜，里面有小虾米。还有点白菜丝、粉条、虾米，然后有点辣椒，不错不错。哎呀，腿麻，不能蹲这儿，待会儿一起来眼发黑。夏天来了，青蛙开始呱呱叫啊！那边还有一个大爷在钓鱼呢。吃完我们就去轮渡坐，码头。吃完我们就去码头坐轮渡到小孤山。就是这都能吃啊，这些也不分什么嫩的老的，是那种开花的就不行了。开花了就不行哦，那也有白花了就不行。哇，这居然能做像蒸菜一样的，还真没见过，长得有点像桑葚，就是。我舅妈她也是河南的，她说可以吃，我在网上搜一下是可以吃，我也看到别人也搞来吃，拌点面粉炸一下也可以。没毒，我吃过。你知道这叫啥树吗？我上次也是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又忘记了。我也是去年宅的时候在网上搜了一下。吃了什么味道？吃了没味道，好
放面粉炸的，还蛮香的。是这种叶子，毛茸茸的叶子，这样开花的就不能吃了，这种没开花的就还能吃。在长江边上有一个狄公楼，我们上去瞅一眼。哇，景色不错哎，半山半江。彭泽也是被山和江环绕的一个县城，空气很好啊，县城也很干净，道路干干净净的。这边是城市的景色，远处山上还有好多风车。狄公楼的狄公指的就是狄仁杰啊，这个下面展示的是狄仁杰的一些生平事迹。狄仁杰是曾经被贬的时候，在彭泽这边当了4年的县令，在这里的勤政爱民、减免赋税，然后又审理了很多冤案、积案，所以呢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这边就会有狄公楼、狄公湖来纪念他。在上面可以看到小孤山。可以远眺长江，哇！现在有点要下雨了，长江那边雾蒙蒙的。那客人到了渡口，只见天色已晚，便问船家：“去小孤山一来一回要多少功夫？”船家道：“这时辰去，回来怕是没有船了。”那客人倒也不急，既如此，便明日早来。遂不上船，只在长江岸边信步闲逛，江风拂面，倒也自在。信阳毛尖，我买的2个袋，1袋半斤，买2个。啊，江西也产绿茶呀？江西也有。对，江西有庐山。庐山对，庐山绿茶，这是不是就上个月的时候啊？上个月的小我做的多，对，3月份，3月全部都油菜花。哎呀，我这没赶上。来的全是阴天了，我这。你用抖音剪的？它有版本嘛？版本我就模板套进去。它的模板以后，我就虚其他的画面进去。哦。把我拍的弄进去，然后它自动给你。把我收的。有些是1分钟了，有些是15秒的。我做的视频都高级了，他们都叫我申请去搞钱，我不要钱。我不要钱。做着玩，纯图开心哈。我也有1000人看过。狄公楼的。狄公楼的，人家想看这个曲溪的六不空是什么意思？啥意思啊？所以他有浏览的人呢，看的人就比较多。你看这个狄公楼那个楼房下面，以前就是我那个加工的车间。哦，后面拆了盖这个楼了是吗？对。这个狄公楼也是新盖的是吧？盖起来35年。35年。才盖起来35年，3到5年。3到5年。我说看里面挺新的。新的。住长江边也挺舒服哈。空气好。它没有灰尘。对。对人的气管各个方面都好。对。这孩子很聪明，是个好孩子啊。我会看相。是吗？我们这个地方空气好有什么原因呢？比那个湖南长沙好呢。它是山坳里面，起的风呢。风不流通挡住了。因为我们这个县呢，它靠长江，长江风流通，还有一个水。我们这个县以前在解放前呢，60年代以前都是鱼米之县，因为我们这个县是江西的，最靠北的一个县。我们再过去就是安徽了，那对面就是安徽了。这个小鼓山呢，解放初期，江西和安徽打官司。真他呀？真这个小鼓，但他在江对面呀。这个还有一个小鼓赋了，小鼓与盆囊了。你不是90年代末期的，要不就是中期。我都老了，我还成家，我还00后呢，没成家。还不成家呀？我成家了，谁还让我在外面跑啊？你这孩子玩心很大，太大了。这个地不冰人呢？不冰。不冰啊？不冰。是个嘞。还好，凉凉的，挺舒服的。您吃过晚饭啦？照个相，拍着嘞。晚饭吃完了，吃过了？吃了。你吃没有啊？我待会儿去吃。他几岁了？1岁也不到。还不到1岁啊？
湖南个到的旅游个。这个有什么好看的？我看对面小孤山呢。啊？我去看那个对面的小孤山。看小孤山呢？出来不大安全了。安全。安全了。对，咱这都安全的很。拜拜，爷爷。等船吗？几点来呀？1点40。1点40啊？那岂不是上班刚走？回来最晚的是4点50。哦，他现在都是到这边是吧？他不去小孤山是吧？你不去，你要到小孤山去。对啊，那上岸之后再坐个车到小孤山。对。还有多远？这也有好几公里呢，看的。大概2-3公里。以前是有直接从这儿到小孤山吧？现在人流量不多，可能5一的时候可能会开。您是彭泽了还是？我那边。对面的过来买东西。我住这边干活。这边干活，然后住在那边。给人家装人净水器嘛，有事就过来干，没事就那边干，两边都有业务。你要不愿意的话，一会儿我可能要到小孤山那边去。你也去小孤山？你走，你就是沿着这个下了渡口你就走到大坝上等我一下。大坝上？等我一下，我家就在那个大坝边上。我不到小孤山，我就经过小孤山。你经过小孤山？到时候我就可以帮你送一下也行。那太感谢了。好日，发财。我们经常有时候在坝上碰到那些人到小孤山的，我们都带。他只要招手的，我们就带。您就住在长江边上？对。那就是这个码头就是属于我们的。你们的码头。我们那个队上的。小孤山旅游的人也不多是吧？不少合肥那边的好多人都往这边跑，九江一带的都往这边，湖北的还有。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县城是属于3省交界的地方，再往上走的话，大概60多公里就是到了九江了，也到了那个湖北的那个黄梅县的小石镇，它那个地方就是真正的三省交界。对，这个地方也是鸡鸣3省嘛。是，这边也是鸡鸣3省。这边的话我们这一块的话还算不上，鸡鸣2省还可以，鸡鸣3省就算不上。小孤山上是不是有寺庙？有一个启秀寺，唐朝的，它是供的妈祖嘛。就说这边也不靠海，但是它也供妈祖。它那个山脚呢，那个白房子那下面它那里有一块大石头，那里写了海门第一关，因为涨潮水就涨到那就到那里就为止了，就再涨不过来了。它因为海水它往里面灌嘛，倒灌嘛，它那个水位就抬起来了嘛。它等于也是在涨潮嘛。这江豚就是这一带活动比较多。去年还看到说安庆那这一带能看到江豚。属于江豚的保护区。那你有看过吗？江豚？我经常能看到。见到了。我之前还特地去在铜陵那边有一个什么保护区，我还没看到江豚，关门了。我这个湿地协会的和湖群湿地保护志愿者。就是你们坐船或者是在边上都能看到江豚。对，这里只要起风它就有。起风就有。对。它是出来透气吗？大一点的，它就会跳起来。它不跳。它这样子。后传所遇这位殷大哥家住对岸套口村，年少时远赴岭南谋生，人生地疏，不易遭人劫掠，身无分文后便在涵洞栖身度日。自此他便知晓孤身在外之不易，故每遇困顿之人，若有余力便愿援手相助。后来为伴子女求学，他便辞了外边的营生，归于故里，在近处寻了份活计。正说话间，渡船来了，
两人便止住话头，起身登船。这个轮渡差不多是1个多小时一班，分为冬季跟夏季。那里是吧？好，我去那里等着。行，谢谢。路边还有一点油菜花，远处是麦田。我们到了复兴镇的套口村，这一条路就叫铜马大堤，好像靠近安庆市区那一段的铜马大堤很漂亮，两边都是草海。这一段其实看着也不错，只不过今天天气阴。拍出来很黑，刚刚那大哥让我在这儿等他，这里应该就是套口村了。我去拿一个快递啊。好，跟我们家那边的房子很像。像吗？嗯，我们家也是这种，就是这种2层楼啊。套口村现在多少人啊？差不多4、5千人。4、5千人，还挺多。大村。中学现在搬走了。搬走了。村子里还会有中学吗？以前我们这里不是村子，我们这里是乡哎，乡哎。那边有个石头。海门第一关呢，你看。好。那红色的嘛，但是不要是那个。谢谢啊，谢谢，我上去转。辞别了殷大哥，那客人便自去登小孤山了。这山不高，山腰处有座庙，唤作启秀寺，乃是唐朝马祖道一开山所建。旧时小孤山下滩咸水急，船难频发，船家路过无不心惊，便请了海神妈祖娘娘来，求她保佑行船平安。这地方是长江下游和中游的分界，自古相传海潮自此不得上。无论是拜佛祖还是妈祖，船工们都知晓，到了这里，江中的船再也借不上海潮的推力，只能依靠自己逆流而上。小孤山上没有几个人啊，这边的大雄宝殿正对着长江。这个送子塔咱就不拜了，挺神奇的，它是半边嵌在山里面，然后半边对着江。有想求子的可以来拜拜啊！我们继续往上走。刚才进店里面看了一下，里面供奉的确实是妈祖娘娘。我们现在去山上面去看看。哦，是什么？好长的一个蜈蚣啊！天哪！怎么又开始爬山了？我爬完天柱山，腿酸的。怎么都卸不过来，歇一会儿。陆游曾经也来小孤山游玩过啊，并且写了一篇文章叫《游小孤山记》。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还拉踩过其他的山。他说：“凡江中独山，如金山、焦山、洛星之类，皆名天下。然峻拔秀丽，皆不可与小孤山比。”并且呢，他还说小孤山四雨急于荒残。若稍是以楼观亭榭与江山相发挥，自当高出金山之上矣。也就是我们去过的那个金山啊，这边的风景其实如果好好的建设一下的话，要比金山要漂亮一些。山顶上有一个梳妆亭，梳长生鹤发，妆不老风头。里面有一个天后圣母的简介。天后圣母在这里俗称小孤娘娘，因为跟小孤山同音而得名。娘娘在楼上，这后面还有路，我的天，真的有一个1人宽的楼梯。哇，好黑啊！哎呀，娘娘在这里面就不要拍了。
山顶上也可以看到外面的长江。哪里？啊？哪里？我是河南的。河南的。河南的。您平时就一个人在这个妈祖娘娘庙里面？我就在这一会下班了，4点下班。下班。平时会有沿海地区的人来这边拜吗？有啊。也有。啊。福建那边的。有人来玩了，就是福建的、莆田的。对，莆田的。他们在福建去过吗？去过。我去过漳州，漳州那边也有好多天后宫。您是就是安庆这边这个宿松县的。对，寿山县。您是不是也住在那个涛口？涛口啊，你那个有个涛口。不是对，套口村是吧？对啊。刚才那个送我过来的那个师傅就是套口村的。说那里多少钱呢？他捎我过来，他没要钱。没要钱。对，他说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帮我省点钱。对。那我下去了哈，拜。好久啊。好。我师傅一个人去了不容易。我看一个人去了不容易。不容易。还好，遇到好人多。主要是。让你保佑啊。好，保佑，谢谢。好久啊。好。哇，这楼梯挺陡的。是。你要小心哦。我不要紧的。您是回套口村吗？您是回套口村吗？我不回。你不回啊？那你知道就是这边哪里有坐车可以到那个渡口吗？搞快点，我把你送过去吧。好，谢谢。刚才那个大叔说这边拍照好看，让我赶紧来拍，拍完之后给我送到渡口。哎呀，怎么这么多好人呀？哎呦天哪，不能踩人家的麦田了，在这儿拍。您不是涛口村的呀？您不是住涛口村的？我不是那头吗？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坐在外面。你要不方便，我就再找车。不方便，我把你送过去吗？好，谢谢，我坐后面哈。坐后面吗？我坐兜里。好嘞。谢谢。我走了。好嘞。分哪个不是？你是分哪个不是？我坐船去彭泽。你是分啥？你分啥的？我不是，我是过来旅游的。你刚刚是哪里啊？对，过来玩的。我说你住什么地方？你是哪个地方人？我河南人。你是河南的？对。对面新内心吗？不是，我是河南过来旅游的。旅游你看不一定要到去彭是吗？对，我从彭泽就回去了，去别的地方了。还是去流山去哪个地方？我可能往湖北那边走，我沿着长江走。沿长江走。对。好的。敞篷跑车。其实可以看出来，这期视频2个月前就已经拍完了，但因为我的内耗和焦虑，剪辑总是断断续续。作为一个长视频爱好者兼脚步博主，我看过太多优秀的作品，相比之下，我的视频总显得不尽人意。在安庆那几天，我依旧没有拍到特别好看的风景，也没有遇到几个晴天，素材里全是摇晃的镜头和黑黑的画面。我知道照这样的更新速度，账号很难做好，观众也许会离我越来越远。看吧，我又在为没有发生的未来而担忧。人总是在悔恨过去和焦虑未来，可生活真正发生的地方其实一直都在眼前。哇，完美！在宏大叙事里，安庆历经炮火与荣光，可对于青城江边的小朋友来说，当下的风筝能不能飞起来更重要。面店里的夫妻俩守着40平米的小铺子，清闲却也满足。套口村的殷大哥也终于陪孩子走完了高考这一程。2个月过去了，我还依然记得安庆长江边的晚风是凉凉的，大南门的牛肉包子是烫烫的。那些让我焦虑的未来并没有来，反而是这些细小而具体的瞬间留在了记忆里。现在这条视频也终于剪完，我又能背着背包继续出发了。
拜拜拜拜，谢谢啊。 Right, soon as I pick one, I switch sides. I kinda wanna hate you, but I wanna love you too. I wanna